北方战况不明，从莱州登陆之后，怕是后面的路便不好走了。郎君可是要受些委屈喽。师君，郎君，前面似乎有些不妥。啊！你看，黄龙社的战船啊！哈哈。是我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三哥！朝廷兵马虽多，可最为倚重的不过2支，一支是晋阳刘知远，一支是腋下杜重威。杜重威降了，刘知远独木难支，自保尚有余，进取则不足。眼下最麻烦的还是朝局，今上不比先帝呀。高祖皇帝虽说有儿皇帝之基，但毕竟也是当世一代豪雄啊，统兵用士，御将用人，威望隆重啊。陈良，坐这一块吃吧。不要。你们3个人说的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坐在这儿也是无趣。看你们2位老哥，这么多年不见面了，一见面就说这些无趣的话，也不嫌烦恼。九郎啊，还是这般好玩性。这如今也入了朝堂了，这些个军国之事，怕是由不得你不关心了。我家先祖遗训叫做事大。契丹铁骑再奢折强横，他总不能一口气骑着马冲过长江来吧？中原之地，便是搅成了一锅烂糊粥，换上他20-30个朝廷，70-80位天子，又何损于我吴越半分？郎君这是在吴越太平之地待久了，未曾见过天崩地裂之危啊！汴梁城中，谁做天子，皆是一般的称臣奉表纳贡。那天崩地裂，又与我等何干？三哥，你尝尝。九郎还是太年轻啊，小心子、小聪明是有的，涉世未深，见识浅薄。六郎是如何想的？该拜七郎来才是啊。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。该见识的，总要见识；该承担的，总要承担。这世上本没有桃花源。你看。事情不太对呀。什么不对？北军南下，两军对战之地当在腋下之西南。纵使轻骑迂回，也应该超游西边的兖州和冀州。万万没有绕路数百里到东海之畔打草谷的道理。三哥的意思是，此处并非两军交战之前线。契丹铁骑便是生了3头6臂，又如何放着京师不取？反倒绕远路过来，将莱州烧为焦土。因为就不是他们烧的。走。骑马要用腿上的力道，加紧马腹。你抓着鞍环不管用。
你闭嘴！你还是莫要骑了，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说了让你闭嘴！吁！摔伤了吗？你看，就算摔一跤也摔不坏的，啊，其实无妨的。你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我不要。哎呀，莫赌气了，你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我自己会走。你自己会走，汴梁还有那么远。走吧，我带你。你看，御马不能靠手，你得用双脚。马是极聪明的，你轻轻一碰，它便知道要做什么。你需要做的便是稳稳地坐在马背上。试一下，双腿夹紧，夹紧了吗？怎么样？稳了吗？走。这些都是人骨。那个人在做什么？他太饿了。这。梁军，还是用一些的好。眼见入了冬，北方越走越冷，肚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，身子遭不住啊。再来一些。此番回去，我再也不用骨头熬汤了。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，玉宦官是完全不管吗？这里是平卢军的辖地，从黄巢起乱到现在60-70年了吧？兵乱加上病患，年年都有人死在道左。中原的一所早已经被废止了，这里又不是州县的治所，谁会理这些？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，是他们怕阻塞道路，妨碍过兵，这才清理到路边的。这么多尸身，是要出大事的。这北边来的人，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。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。疾病固然是可怕，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，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，能够患病而死，已经是大福了。杨军，你不喝一些吗？此事有贼人，警戒！
使君、郎君，这边无事吧？出什么事了？启禀使君、郎君，来了一伙子夜贼，身穿官军的服色，貌似在追杀什么人，一路逃一路追，见这边有火光，便撞了进来。将士们可有损伤？咱们人多，又有防备，阵型结得硬实，没有死人，伤了12个，重伤4个。贼人呢？贼人有马，没能全部留下，逃了11个，可留下活口。有2个轻伤，马腿斩断了，见走不脱，自枪了。哦，前面逃的3人，死了2人，还剩1人，身中3箭，背后挨了1刀，还有口气儿在，救吗？河东军，贼人的尸首在哪里？林子里。带我们去看。请。他们穿的是官兵制式的衣甲。很显然，他们不是契丹人。使君，这是从一个军校身上搜出来的。魏博牙校，番汉内外马步军孔目。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，字里可用距太原便有了，实则是沙陀人的亲兵。这孔目大约是个官职吧，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收拾下东西，即可动身。此处不可久留。那个人呢？他伤太重了，走不了的。一旦受了风寒，只会死得更快。北边藩镇之间的仇杀龃龉，非我吴越偏帮所难预闻。这件事咱们管不了。那便把他扔在这不成？用马驮着带走不行吗？郎君，咱们马匹本来便少，再带上4个受伤的亲兵，便有4个督校要走路行军，那些都是咱自家兄弟，都体谅的。此人身份未明，为了他强命督校让出一匹马来，弟兄们怕是要有些议论的。谁要你们让马了？将我的马牵来，用我的马驮着他，我自家走路去汴梁。好了，收拾完了，动身吧。郎君，骑卑职的马吧。从登岸到现在，就没见到过几个活人。你上一遭来也是这般模样吗3年前这里萧索归萧索，但是县城周遭还是有人烟的。郎君，江主，今日已经不热了，此一关该是渡过去了。他何时能醒过来？确实不知。等到了京师，给他寻一个好些的医师，再好好诊治一番。接着睡。干好了。上人侍卫秦军下班之役，杨光义参见大使。如何是你来接我们？快快请起，
便是不必多礼。小人们奉了相公的君命，来迎接大使，一同入京。今时如今，形势如何？不大好，腋下的兵已经占据了丰丘，强风直抵陈桥驿。东面东明镇外的赵皮和铜瓦乡2座寨子都有斥候滋扰。带队将官是谁？是张国军的张太尉。张彦泽，此人用兵一向有凶悍彪扬之名。北临丰丘，东掠东明，这是要从侧面迂回，截断京师南路。东明有多少兵？是谁在镇守？好叫这位贵人知道，东明虽然有2座寨子，但是没有多少兵马，要真打起来，也是一日间的事。东明一旦泄露，下一个必是陈留。小人京城路过陈留，陈留令跑了，城里已经乱了套，小人们没有进城，是绕城过来的。今时如今，是谁在主持防城大计啊？此事说起来尴尬。太尉和将军们推脱了1个多月，相公们也没个主张。那冯令公呢？老令公是10几日之前回的京师，这太尉们排着队，又是金又是字画，想见他老人家，可是一个都没见到。每天只是在京中加班，兵上的事一律托给叔父，问都不带问的。那天子呢？回这位贵人的话，小人身份卑微，宫里的事不能知晓。只是听说前几日有几位黄门内官偷了一些金银细软，想逃出城外。冯令公下了一道军令，斩在了明德门外。得趁着陈留还没被封口，抓紧时机过去。天下大乱了，尘沙泛起，一团污糟烟尘里面，谁也不知躲着什么样的魑魅魍魉、洪水野兽。在吴越时，我总到六哥无情，这一路所闻所见，我才知道六哥的不易。比起这中原的新天子，六哥可强太多了。怎么了？身子不爽利？那确实怎么了？你再不痛快了，饭总不能不吃啊！我特意给你拿个菜汤。我只是觉着这一遭下来，和我想的不大一样。确实不大一样。你说吴越如何便不会这样？大约是人不一样。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，又有什么不一样？吴越没有兵乱，也没这么冷。其实吴越也并不安生，辜负那么忠直的一个人，平白获了罪便丢了性命。阿兄也是啊，若不是阿娘一怒之下截断了钱塘，怕是也要……功勋们各有各的心思，宗室里面也有家务事。可这些跟梨树前手都没干系。农夫稼穑，与子营生，皆无碍的。平日里有辽浅渡修河堤，有营田司兴水利，没有流民，也没有乱兵，这道路两侧也没有这许多百姓。你说的这些，都是极平常的，可在这里却见不到。你说的是啊，这都是极平常的，可在中原却都没有。